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美国全国范围内高技能工人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如果半导体行业不能整合资源，政府也无法持续提供资金支持，那么美国价值数以10亿美元计的新建半导体工厂专案可能面临建设延期，未来晶片产能也将受到限制。根据麦肯锡公司、晶片行业组织 SEMI 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展的一项最新分析，这一劳动力短缺预计将在德州、加州、亚利桑那州、纽约州和俄亥俄州等州最为严重，因为许多新的半导体制造设施计划落户这些州。这项研究预计，到2030年，美国熟练劳动力缺口最高将达到15.7万个全职岗位。报告指出，人才短缺可能会拖慢多项美国大型晶片制造投资计划，包括台积电计划在亚利桑那州投资高达2650亿美元，建设12座晶片制造和先进封装工厂；美光计划在纽约州投资1000亿美元发展记忆体晶片生产；三星在德州建设逻辑晶片制造工厂。即使是英特尔在俄亥俄州已推迟的280亿美元投资专案，一旦产能提升，也将面临用工短缺问题。如果不尽快解决晶片行业的劳动力缺口，不仅可能危及企业计划投入的数十亿美元投资，还可能影响根据2022年晶片与科学法案旨在促进国内生产的联邦拨款。报告作者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包括政府持续提供资金支持、扩大半导体相关课程，以及让学生更早接触晶片行业职业。目前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才可供整个行业分配。参与这项分析的麦肯锡合伙人 Taylor Rountree 表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潜在的人才缺口规模如此之大，任何一家企业都无法独自解决，整个行业必须共同应对这一挑战。研究显示，到2030年，半导体行业中约74%的空缺岗位将集中在制造领域，60%集中在工程领域。尽管晶片法案资助的专案有助于增加可在新工厂工作的技术人员数量，但这些举措在满足制造和硬件工程师需求方面几乎收效甚微。与此同时，英特尔传抢单台积电成功，拿下 Google 先进封装大单。外媒引述知名研究机构 SemiAnalysis 最新报告指出， Google 下一代张量处理器 TPU 舍弃先前采用的台积电 CoreOS 先进封装，转向拥抱英特尔最新的 EMIB-T 封装技术。针对上述消息，台积电表示不评论市场传闻，也不评论单一客户业务。英特尔方面也不予评论。业界解读，这应是台积电 CoreOS 产能持续供不应求，让英特尔有机可乘，拿下部分指标性大客户案件。目前，台积电 CoreOS 是市场上 AI GPU 与 AI 加速器的主流封装选择，包括辉达、超微及多家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的晶片，皆依赖 CoreOS 技术。然而 SemiAnalysis 在社群平台 X 贴文指出， Google 下一代 TPU 代号 Humofish 将采用英特尔的 EMIB-T 封装，而非 CoreOS。 此事除了反映出大型云端服务厂商积极寻求突破单一供应链的限制，为 AI 晶片建立第二套先进封装来源，成本与效率应该也是 Google 的一大考量。不过，由于英特尔 EMIB-T 属于新一代制程，其扩大量产的良率将是对该公司执行力的考验。若时程上有所延误， Google 的 TPU 封装仍有可能重新回到台积电阵营。台积电 CoreOS 技术目前有 CoreOS-S、CoreOS-R 与 CoreOS-L 版本，其中 CoreOS-S 以晶圆级系统整合技术，能在大面积的矽中介层上提供高密度互联与深沟槽电容，以承载各种功能性晶片，
不过容纳最大仅达 3.3 倍光照尺寸的中介层。CoWoS 2则使用重布线层 RDL 中介层为系统单晶片 SoC 与或高频宽记忆体 HBM 之间的互联界面，以实现抑制整合。至于 CoWoS-L 则结合以 RDL 为基础的中介层与内嵌局部隙互联 LSI， 能支援更大尺寸的高效能运算 HPC 产品。至于英特尔的 EMIB 2.5D 方案，使用非常小的锡桥搭配多层布线来取代大面积锡中介层，并支援 HBM 整合，标榜最适合当前的 AI 应用。根据英特尔释出的资料，预计今年可达到8至10倍光照复合体尺寸，以较低成本提供最高密度的运算能力。而且 EMIB-T 版本加入锡穿孔 TSV 技术，支援从其他封装技术转换设计。基于应对英特尔 EMIB-T 的竞争，摩根士丹利大摩证券指出，台积电的 CoWoS 技术量产时程有可能会提前到2028年，以期满足采用2奈米或以下先进制程的 GPU 或 AI/ASIC 需求，特别是辉达下世代 Feynman 架构 GPU。大摩大中华区半导体主管詹家宏在最新释出的亚太科技产业报告中指出， CoWoS 利用大面积重布线层 RDL， 能打破传统锡中介层的眼膜尺寸极限，实现超大面积整合，对需要塞入多颗大型晶片的次世代 AI 系统极具吸引力。CoWoS 的优势虽在于大尺寸下的扩展性与潜在的成本效益，然而成熟度目前仍不及 CoWoS， 且互联密度也较低，因此目前还不是最需要极致频宽界面的理想选择，且在生态系统与可制造性方面也仍在演进发展中。不过，考虑到近期晶片设计对更大尺寸的需求及来自英特尔的竞争压力，詹家宏认为台积电 CoWoS 的量产时程有可能会被提前至2028年，以期能满足那些采用2奈米或以下先进制程的 GPU 或 AI/ASIC 等需求。根据大摩的调查显示，辉达次世代 Feynman GPU 已确定将导入 CoWoS 架构。不过2028年的第一代 Feynman 预计先采用 3D 堆叠搭配碳化锡 SiC 载板散热，2029年的 Feynman Ultra 则将全面引进 CoWoS 技术。詹家宏指出，台积电 CoWoS 生产基地主要为台南 AP7 厂区，除将与日系载板大厂1B1斐电合作外，也将与群创合作。群创台南厂主要负责玻璃面板上进行 TGV 玻璃通孔制程 ，TGV 投产时间很可能落在2028年。大摩科技产业分析师杨洪吉指出，对群创而言，主要的挑战在于 TGV 的形成以及随后的镀铜制程，因为这些技术并不属于常规显示器面板生产的一环。而根据了解，群创将需要为玻璃核心采购全新设备。负责追踪大中华区载板企业的大摩科技产业分析师高彦和则指出，未来除了斐电之外，不排除还会有更多的载板厂商加入供应玻璃核心基板的行列。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侃侃而谈，阔论有余。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谢谢。